官媒为什么总选程一？这事儿真不是运气，背后有一套逻辑。我先问你一个特别简单，但你越想越不简单的问题。假如今天我把这一整串成绩单原封不动换成另一个名字，央视会连着给他做专访，新华社的观看量会断层第一，3部待播剧会同时挤进前10吗？你先别急着回答，先把这个问题在脑子里搁一会儿，咱们聊到最后再回来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是真的有点兴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种多条线同时印证一个人的情况，在我看过的这么多年里，真的不多见。你单看一条，可能觉得是巧合，可你把官媒专访、观看量、待播期带这几条线摆一块儿，他们居然指向同一个结论的时候，这个就有意思了。咱们今天不读新闻啊，新闻你自己刷手机就能看到。咱们今天干一件事，把这些现象摆到桌上，像拆案子一样拆一拆，看看它到底说明了什么，为什么是它，凭什么是它。行，那么问题来了，咱们先把证据摆上桌。第一组，6月7日，央视新闻发了程毅的专访，里头有一句话直接出圈了。他谈18岁以后的人生经验，说，在需要努力的年华，不该困于一时的得失与悲欢。你品品这句话，这不是那种漂亮的场面话，这是有重量的。你想啊，一个在娱乐圈里头摸爬滚打的人，能说出不困于一时得失这种话，这背后是有过得失的，是真的在某些时刻被得失困住过，然后又走出来过的人，才说得出这种话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出圈。他不是鸡汤，他是经历过的人的复盘。第二组数据，这个我得说重一点。新华社2025年内于男明星专访观看次数榜单，程毅的《赴山海》专访1470万，天地建新专访1141万，包揽前2名。注意这8个字啊，全年唯一单人双专访均破1000万的男演员，全年唯一。你先别急着划过去，我给你换个方式理解这个数字。专访这种东西，它不是娱乐内容，它没有剧情，没有 CP， 没有名场面，就是一个人坐那好好说话。这种内容能让1000多万人愿意点进去看完，而且是2次都破1000万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大家对这个人本身是有好奇心，有好感的。大家想听他说话，这个想听他说话比任何数据都难造。这个唯一2个字的分量，待会儿我专门给你拆。第3组，据欢网大数据，他3部待播剧，两京15日受访英雄志全部进期待指数前10，分别是 Top 2、Top 5、Top 6，而且这3部题材完全不一样。这一点先记住，等会儿是重点中的重点。好，证据摆完了，下面我得先把反方的声音整理一下。我先说清楚啊，下面这些不是我的观点，你听完整再判断。网上确实有一种声音是这么说的，待播剧嘛，再火也是未播先火，期待值这东西没播出来谁知道呢？还有一种角度是，专访观看量高，官媒认可，这跟商业价值跟演技是不是一回事？这个问题问的其实不算没道理，我不回避，也不想替谁捂着。待播剧确实需要播出来验证，这是事实。一部剧最终好不好，得看播出之后的口碑，这话没毛病。但是等等，有个细节容易被忽略。你想想看，期待值高是谁给的？不是粉丝在那喊出来的，是平台的真实预约数据，是观众用脚投出来的。3部题材完全不同的剧，一部历史正剧，一部悬疑，一部武侠，能同时挤进前10，这本身就是个稀缺信号。说白了，这不是靠一部爆款的余温堆出来的。余温这东西，最多带火一部同类型的续作，它带不动3个完全不搭界的题材。所以这3条线同时亮，它指向的不是某一部戏，而是市场对诚意这2个字本身的下注。观众是在说，不管你演什么，我都想看看。这个分量跟未播先火的虚火完全是2码事。那么第2个问题，观看量等于演技吗？我换个说法，它俩根本就不是一套体系，你不能拿这把尺子去量那个东西。
这就是我今天最想跟你拆的点了。整个内娱其实有2套价值体系在并行跑，一套是流量逻辑，数据、超话、打头，热闹是真热闹，但你也看到了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潮水一退什么都不剩。另一套是，怎么说呢，是国民好感度逻辑。官媒、央视、新华社，他们选人做专访，看的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他们看的绝对不是你粉丝多能不能控评，能不能打榜。他们看的是你这个人的价值观正不正，公众形象稳不稳，配不配代表一种正向的，能拿到台面上的东西。这套逻辑里头，流量是买不来的，你砸再多钱也买不来央视主动来给你做专访。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赛道，而且后面这个赛道门槛高得多。哦，对了，我得先插一个行业背景，不然你听不懂这个含金量到底高在哪。这2年整个行业其实在经历一轮挤泡沫，对吧？前几年那种纯靠数据、靠营销硬捧起来的，很多都处在调整阶段了。观众也惊了，不那么好糊弄了。在这么一个大家都在挤水分的大环境下，官媒还愿意反复选你，把你往台前推，那这个信号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他等于是在说，这个人是经得起放大看的。行，现在咱们拉回程毅身上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他能拿到全年唯一双专访破1000万，这个唯一翻译成人话就是在官媒这套不看流量只看含金量的体系里，他是那个被反复盖章的人，不是盖1次，是盖了2次都灵。所以你回头再看那3部待播剧，我现在真不觉得那叫未播先火的虚火了，我觉得那是一部特别稳、特别有想法的棋。你看啊，他没把宝全压在一个题材上，很多人红了之后是怎么干的？哪个类型让他火的，他就在那个类型里头一直待着，待到观众腻为止。这是最省事、最稳赚的打法，但也是最没格局的打法。可历史、悬疑、武侠3条线同时铺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看得到格局的长线布局。弃子是为了将军，多线是为了把抗风险能力拉满。一个题材的风口过去了，还有另外2个顶着。更重要的是，多线题材意味着他不想被定型，不想被观众一句哦，他就是演那种戏的给框死。这是想走长路的人才会做的选择。换个角度看，这恰恰说明了他和团队的判断力是奔着10年、20年去的，不是奔着这1-2年的热度去的。还有个细节我特别想提，提完你可能会对他多一分敬意，他现在正在为受谎练拳击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现在这个时代，肯为一个还没播、八字还没一撇的角色，提前实打实去练功夫的，真的越来越少了。很多人是开机前突击一下，镜头能糊弄过去就行。但拳击这东西骗不了人的，练没练过，身体的反应，出拳的那个劲儿，懂行的一眼就看出来。在那个角色的框架要求下，他选择把功夫下在前面，下在镜头还没开、没人盯着的地方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，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敬业不是个人能装出来的，也不是临时能补的。这是态度问题，是把演员当一门手艺来做，还是当一份生意来做的区别。好，扯到这儿，我得做个判断了。回到最开始那个假设，换个人行不行？我的答案是很难。不是说别人不行啊，我没有踩谁的意思，是说这一整套东西，官媒认可，国民好感度，多线题材，肯下笨功夫，他得长期攒，他攒不出捷径，也没法走后门。这是从他早年那段一点一点垒起来的。等一下，我换个说法，说准确一点，不是某一个时间点突然有的，是一步一步熬出来的。具体哪一年开始转的，你们老粉肯定比我清楚，我就不瞎报年份了，凭印象说的，别太当真。但有一点我敢肯定，这种东西是日积月累的结果，不是哪天运气好砸下来的。所以说到底，这事真不是运气。我做这一期之前，老实讲，我也以为待播未播就是个热度话题，刷一刷就过去了。可我把这几条线认真摆一块，拆完之后才发现，它背后是一条特别不讨巧、
但特别扎实的路。这条路走得慢，前期还容易被人说不够红，数据不够炸，但它一旦走通了，根基就特别深，别人想复制都复制不来。回到他专访里那句话，在需要努力的年华，不该困于一时的得失与悲欢。你现在再听这句，是不是就懂了？他不是在喊口号，他走的就是这条路，说到做到。行，这期就先聊到这。但这件事其实还有另一面，关于他为什么偏偏选了这3个题材，这3部戏的排兵布阵背后有没有更深的考量，我越想越觉得有意思，但今天篇幅不够了，我留到下期。下期咱们专门聊一聊那个一直没什么人提，但我觉得特别关键的细节。懂它的人会懂，时间会证明。咱们评论区见。